这一次，魏婴要和燕儿一起去中原。从魏婴来到北荒开始，中原就和北荒彻底分离开来，中原之人渐渐忘了北荒的存在。魏婴的记忆也因为在传承时分了能量给燕儿，圣水洗脑洗过了头，出了一点小问题，渐渐地遗忘了中原之事，连燕儿的父亲是谁也记不清了。说起来好笑，燕儿是魏婴的儿子，是哥卡琳的亲孙子，但是两人都不记得其中的因果。不过作为北荒人，他们并不在意这个，燕儿的血脉在那里，尊贵的身份是谁都不能否认的。这次魏婴要去中原，是因为他得到后土娘娘的启示，在中原那边他还有一段因果需要了结，不然他的心境不能得到超脱，大巫的体质就得不到升华，不能完成由人到神的完全转化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魏婴对中原比较反感，他的中原之行早就该去了，但是却一拖再拖。魏婴也曾问过温情、温宁他们，但是他们对中原之事都是三缄其口。魏婴问起，也只是说不清楚他和燕儿的父亲具体是怎么回事。直到燕儿年满10岁，魏婴的心境再无寸进，这才不得不去中原。结果这事被燕儿知道后，非要跟着魏婴同去，而借口也是魏婴无法反驳的，他要去找他的大阿吉，还有就是替他阿娜奶奶的意思找儿子。中原和北荒有结界，而能够轻松破开结界的只有魏婴一人。带着燕儿，魏婴是从当初来北荒的路出去的。温情在他们离开之前告诉魏婴，一定要小心紫衣拿着鞭子的人，还有穿金色衣服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温情说很多人都认识他。为了方便行事，魏婴干脆戴了个面具在脸上。两父子出的北荒，就来到了乱葬岗。看着外面怨气笼罩之地，魏婴很不高兴地皱了皱眉头。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在冥界已经和此界连通10年之后，还有这么多的亡灵游荡世间。魏婴随手在空中一划，就打开了通往冥界的通道。大胆，何方人士，竟敢撕开鬼门！一个鬼差跳了出来，咋咋呼呼地叫嚣着：“是我，怎么了？”那鬼差吓得立马跪了下去。坤乌尊上，小的嘴贱，没有看清，还请尊上饶命。我要你的命做什么？我问你，这是何处？为何有这么多的亡灵在此？冥府的人不管吗？魏婴吩咐鬼差叫人来把乱葬岗的邪祟清理了，怨气也都抽到冥界去。这才带着燕儿离开了乱葬岗。而在云深不知处玩得开心的蓝虎池却突然大哭了起来。阿赤，怎么了？突然间多了个乖巧懂事大悟的孙儿的蓝启仁对蓝虎是宠得不得了，天天带着他不说，发现他所知有限，还不怎么识字，蓝启仁都是亲自教导。还好蓝虎天资聪颖，过目不忘，蓝启仁教的东西他听一遍就会了。而且蓝虎十分的机灵，在蓝启仁的面前表现得特别的乖巧，在蓝启仁看不见的地方，蓝忘机的面前都是皮到飞起。蓝忘机因为蓝虎有着一半魏无羡血脉的原因，对他也是疼爱有加，对蓝虎和魏无羡一般的顽皮也是格外的放纵。这时候蓝虎只是大哭，却不肯说原因，蓝启仁也无法，只好去叫了蓝忘机来。蓝忘机来了之后，直接就把人领回了净室。父子两人之间有着秘密，直到进了净室，蓝忘机布置了隔音结界后才问起：“阿赤，怎么了？”“阿爹，我的手下都没了。”“什么？乱葬岗那些厉鬼凶尸都是我的手下，我刚刚感觉到冥界来人把他们全部弄走了，我以后就是个光杆司令了。”蓝忘机不知道该怎么安慰自己的孩子，想了想才问道：“冥界来人，为何以前不来？”蓝虎打了个哭嗝，突然愣住了。是啊，以前他不是没有感觉到冥界的位置，他甚至都能自己打开通往冥界的通道。但是冥界的鬼差从来不在乱葬岗开鬼门，为何这次会突然来人带走那些邪祟呢？难道是因为他不在乱葬岗？摇了摇头，蓝虎有点想不通。蓝忘机心里突然跳了一下，一种微妙的直觉涌上心头，阿赤会不会是魏婴？啊！蓝虎抬起头，看向自家阿爹亮晶晶的眼睛，好像有可能，爹爹本来就想度化乱葬岗的那些亡灵，如果他回来，的确有可能沟通冥界。蓝虎突然来了精神，拉着蓝忘机就要走。“走，阿爹，我们去乱葬岗找爹爹去。”
蓝忘机心里也很激动，蓝虎急他更急，父子两人急匆匆地走出了蓝氏山门，立马就遇见上了天，直直地朝着夷陵就去了。蓝启仁想起蓝虎的突然哭泣，越想越担心，等他找来敬士的时候，就看到父子俩步履匆匆地离开了。蓝启仁追出去时，就只看到了碧晨剑留下的剑影，看着两人飞去的方向。夷陵，蓝启仁嘀咕道：“难道是魏无羡回来了？忘机又去找他了？”蓝忘机和蓝虎赶到乱葬岗的时候，只看到了一个空荡荡的乱葬岗，原来遍地乱走的邪祟一个都没了。现场还有几个鬼差在做善后工作，蓝虎很生气，抓住一个鬼差就灌在了地上，说：“谁让你们干的？这里都是我的手下，你们给我全弄走了。”